范闲很欣赏岳父这种敢舍敢得的气魄，朝堂不可久居，便轻身而去，什么条件也不需要细谈，反正在京中留下了范闲这么一个尾巴，给足了陛下面子，朝廷自然会给光荣退休的钱相爷一丝脸面。这种政治智慧让范闲很相信岳父大人的判断，所以今天这番话听下来，虽然有些发寒，有些隐隐的兴奋，但更多的时候却是陷入了沉思之中，准备应对马上就要到来的风波。风波难定，虽说搅浪花的手也有自己的一支，但似乎范闲把这事情的影响力还是想得小了一些，了解了长公主的想法，却未能马上捕捉到皇帝陛下的心思。不过范闲终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上知道绝大多数秘密的是那位老跛子，知道另一部分秘密的是自己的父亲，知道另一些秘密的是自己的岳父。这三个人便是庆历新政后5年间庆国皇帝陛下最得力的3位下属，庆朝的3位干臣。范闲记得清清楚楚，在自己从儋州到京都之前，自己的父亲与陈萍萍如同陌路，基本上没怎么说过话。林相爷与陈萍萍更是朝中最大的2个对立面，准确来说，这3角从来没有互通生息的可能。而这一切随着范闲的入京，随着他与婉儿的婚事，便变成了固执堆里的姿态。在那时的天下，除了庆国皇帝之外，又多了范闲这样一个可以聚拢3位老人的资源，共享3方面信息的幸运儿。对于范闲来说，如今的他甚至比这3位长辈都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只是这种幸运或者说实力似乎不能放在一个臣子的身上，所以无论如何，这3角之中必然有一个人要退下。宰相林若甫因为与皇帝陛下不是发小的缘故，便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偶尔范闲扪心自问，才发现自己的出山对于林氏一族来说确实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当然皇帝陛下是不可能就此罢手的，所以才有了春末时京都朝会上清查户部的一事。范闲从沉思中醒来，忍不住摇了摇头。明明朝廷里面还有那么多问题，皇帝就抢先在那儿杀狗，可是猎物还没有打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皇帝的信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林若甫打断了他的思绪，缓缓说道：江南的事情我就不问了，我相信你的能力。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这一趟下江南你做的有些跳脱过头，不过想必你有后手。只是年节时你要回京述职，做些准备的好，尤其是不知道那些人会什么时候发动。范闲想了想，忍不住笑了笑。您放心吧，没什么事的。林若甫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赞赏地看着面前的女婿，看着年轻人脸上浮出的沉稳与自信，好奇问道：陛下的信心有过往的历史做证明，而你这无头无尾的自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范闲想了一会儿，笑着回道：我相信我的运气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林若甫哑然，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半晌之后和声说道：你对袁宏道有什么看法？范闲微微一怔，他知道袁宏道这个人乃是当年相府的亲客，也是林若甫交往数十年的好友，只是似乎后来在林相下台一事之后，这个叫袁宏道的人扮演了某种极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此人已经隐隐成为信阳的第一谋士，毫无疑问便是卖友求来的荣。范闲不明白岳父为什么会忽然提到这个人，皱了皱眉头，又想到当初岳父似乎并没有想办法杀死此人报仇，便更觉得有些古怪。袁宏道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也是一个很洒脱的人。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出卖我？他难道不是长公主的人？云瑞有这个能力吗？我也不是很清楚。事情已经过去1年多了，我对弘道的恨意也渐渐淡了，所以总有些不明白当时这件事情的真实背景，替我问问他为什么。范闲郑重地点点头，心想这一次问候不是用剑就是用弩。
林若甫看着他的神情，摇了摇头。日后京中如果真的乱了，或许他可以帮助你。范闲微怔，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林若甫陷入了沉思之中，也在思忖着这个问题。京都外那个园子里的老跛子或许正在得意。范闲一行人在梧州又待了数日，寻着得闲的空，他便会在书房里向自己的老丈人请教。一方面是想知道一些当年的旧事，另一方面也是想向对方学习朝政中的手腕。往年出使北齐的时候，在马车之中，范闲也曾经向萧恩大人学习过，这便是范闲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了。他可以保证每天晨昏20的冥思苦修，也会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保命的本领。这种毅力与决心其实与他表现出来的懒散并不一致。在这些日子的谈话中，范闲研究了一下朝局中的重点，尤其是对于自己最陌生的军方秦家叶家这两个开国以来的勋旧增加了很多感性的认识。范闲愈发觉着奇怪，像叶家这样一个世代忠良的家族，怎么会和长公主那边不干不净？但这个疑问只能深埋在他的内心深处。而关于江南的事情，林若甫虽然不想管，但终究还是给江南总督薛清写了一封信去。至于信里是什么内容，范闲也懒得理会。一路总督大人会不会卖钱相爷这个面子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岳父大人为自己分析的薛清此人的性格。薛清乃天子近臣，为人好公，而心思缜密。这个判断让范闲拿定了主意。似这等臣子，最大的盼望不过是做个名臣，那有些污秽的事情自然是不肯自己出头去做的。而日后自己施展出雷霆手段来，只要让薛清能够置身事外，事后却将那一大桩功名送与他，他自然会在暗中配合。内库的走私还在进行着，海路上的稽查还在继续着，对明家的盘剥与削弱一日未停。据苏州传来的消息，明清达蛇鼠两端，却又没能真正的与太平钱庄保持联系，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加大了从招商钱庄调银的份额。很好，只要过了那个临界点，就是明家覆灭的事。范闲一行人在梧州过得舒心，当远离政治那些事情的时候，他便会随着婉儿与大宝去四周的山里转转，打些猎物，觅些小剑，烤些青蛙，与婉儿讲讲灵狐的故事。也有在山里过夜的时候。其实繁星点点，美不胜收，鹊桥见河，银河随风而去。范闲怀里抱着妻子，轻声调笑着，高声喧哗着，夜观星象，却不知这天下大事究竟是分是合，只知道牛郎与织女1年1日的时辰要到了，远离世俗烦扰，好生快乐。这样的日子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范闲如果想保有这种日子，就必须再次出山，再次走入红尘之中。大宝要跟着我们，不是送他到岳父身边给岳父作伴的吗？林若甫如今独居梧州，虽然族中子弟无数，可是身旁真正的贴心人却没有几个。婉儿如今自然是要随着范闲，如果大宝也要跟着他们走，那谁来陪伴老了的钱相爷呢？子不在，膝下如同无子，这种孤独感，范闲是能够体味一二的。父亲坚持着。林婉儿轻声说道。经过这些日子范闲的细心调养，加上在山间的游玩，婉儿的身体果然恢复了许多，微润的脸颊上透着几丝健康的红晕，大大的眼睛上面眼睫毛微微眨着。范闲含笑望着他，轻轻握着婉儿的手。路程。数日后，那一列全黑的车队驶离了梧州，缓缓向着东方驶去。沿路经过数座小城与大山，来到了一个三岔口处。这里已经到了东山路的境内，这道三岔口分别通往东山路治下的2个州城，东向乃是儋州，偏北乃是胶州。范闲站在马车上，对车上的婉儿和声说道：你去儋州等我，我去胶州办些事情，顶多迟个10天。婉儿当然知道他要去胶州做什么，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知道皇命在身，范闲根本无法拒绝，只好在面上堆出让彼此心安的温和笑容，吐了吐舌头说道：你就要去拈花惹草？范闲迥然一笑，一躬及第：娘子放心，再也不去路边摘了啊。
坐在婉儿身边的大宝一直表情木然地坐着，听着这话，忽然插话道：“园子里有花。”范闲微怒，婉儿微恨，大宝不知发生何事，三人就此暂别。转由三岔口往北行了不过3里地，范闲钻出了马车，伸了个懒腰，对身边的下属问道：“准备好了吗？”“一切都准备好了，提司大人。”远方的山林侧边，隐隐可见一队冷峻而带着阴寒杀气的黑色骑兵正等在那里。东山路乃庆国7路之一，偏于东北向，从小山处往正北行去，便会一头扎进东夷城，暗中影响的那些诸侯小国。穿过那些城池，便会进入北齐的国境。上一年范闲出使北齐，走的是另一条路，绕北过沧州，经由北海而入。当然他今天不会往北进发，北齐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